从大比分落后到反超比分，再到遗憾落败。在12月24日开拓者对魔术第4节的这12分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嗨，大家好，我是恒毅。第4节开场，斯普利特摆出了一套以第二阵容为主的组合，克林根和夏普搭配乐福、穆雷和吕佩尔，这一段是第4节开拓者进攻观感最好的时间。我们直接来看这一回合，夏普在弧顶持球，克林根先在高位做了一个挡拆顺下，同时吕佩尔在底线完成了一次射手无球跑动。此时夏普已将球转移给了克里斯·穆雷，穆雷持球突破，等待吕佩尔完全落位。其实打到这里，战术已经是成功了的。吕佩尔是一个完全空位的3分机会，正常来说这球直接投就行了，但是也许是吕佩尔打的耐心，也许是吕佩尔怂了，吕佩尔没有选择出手，他选择再传一手，把球回给弧顶的乐福。按照我们对乐福的了解，一般他在弧顶接到传球，很多时候就直接投了。但这个回合乐福没有投，而是选择向内突破，成功吸引到了卡特的向前扑防。那么问题就来了，卡特一扑出来，那说明他原本对位的克林根就完全没人防了吧？乐福再把球往前一送，克林根轻松完成终结。看完这个回合，你大概能明白为什么我会说这段时间的进攻最好看。没有人单打，没有人着急，每一个人都在等更好的出手机会。不仅是进攻，防守端同样给力。克林根和乐福连续送出2个大帽，直接把比分从落后9分一直追到了只差1分。于是魔术这边就下暂停。暂停回来，开拓者这边换上了丹尼和卡马拉，换下了夏普和吕佩尔。注意，克林根和乐福到现在还在场上。其实打到这个时间点，克林根已经有点打不动了。来看这个开拓者的前场争球回合，克林根拿到球之后直接起跳，但是球弹框而出。再看这里，2.18米的克林根和2.08米的卡特争球，起跳高度明显不如对方。这里基本上就很清楚了，克林根的体能基本已经到了极限。然后夏普在下场的这段时间里，开拓者的进攻内容基本上就变成了丹尼无限中距离单打和强突篮下，没有任何战术，没有任何掩护，进了就是丹尼牛逼，没进就是丹尼是不是被夏普夺射了。随后呢就换上夏普，夏普传球给乐福，乐福命中关键3分。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回合。说实话，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明白，为什么这场打魔术，包括上一场打活塞，都是只差1分的关键回合，偏偏不叫暂停布置战术，2个暂停是要攒起来换七龙珠吗？这个回合魔术摆出的是3-2联防，夏普先是跟克林根打了一个顺下挡拆，然后把球分给了在底角的卡马拉，卡马拉往弧顶移动，把球交给丹尼。OK， 那么又回到了丹尼单打的回合，这个时候夏普来做了一个掩护，看似这里有一个换防，给丹尼制造了一个对中琼斯的错位，但是不是啊？这场魔术整体上是不采取换防策略的，琼斯只是做了一个短暂延误，而这个时间差已经足够丹尼的原来防守人重新回位了。那么最后丹尼只能顺势突破，最后突破的时候已经把卡特晃起跳了，这里他可以尝试造犯规，但是丹尼在篮下选择把球分给了克林根。那么结果就是体力耗尽的克林根最后的扣篮被贝恩直接帽掉。总结来说，我始终相信以开拓者的纸面实力是有能力冲击季后赛的。但是一直以来，注意哦，这不是今年抽象的教练团队既没有带来合格的战术体系，又没有做到优秀的新秀养成。我知道很多人都在喷开拓者的教练团队把16号秀杨汉森钉在板凳，但是要知道之前的昌西比卢普斯教练可是能搞出让探花秀去底角蹲着的操作的。那么这个真是联盟倒数第1新秀养成的球队，搞出什么骚操作我都不奇怪，我只能说 respect。